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遇到的桃花，你们灵魂上依然需要修炼的功课，以及爱的絮语神谕卡大天使给你们的一些爱的指引和爱的建议。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一组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解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在这组牌当中呢，前面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是你们当下的灵魂状态和你们在灵魂上依然需要修炼的功课。那么这下面的6张塔罗牌呢，是关于你们的感情运势、你们自身的一些性格特质，还有你们未来会遇到的桃花对方的特征。那么最后的这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给你们爱情上面的建议和指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张牌 Loneliness， 孤独啊，那这就是你们目前的状态。当你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们是最自由、最清醒、最敏感，但是也最孤独。那独处是我们认识到自己最好的机会。你从热闹中失去的，会在孤独中找回来。你们经常会通过独处来和自己对话。虽然说现在的你们一己独行，但是终有一天你们会变成蝴蝶，飞到更高的地方。因为孤独会让你们成长。那么第2张牌呢是 Happiness， 幸福。现在的你们需要感受当下生活的片刻带来的美好和幸福。可能你们总觉得只有当自己拥有爱情的时候才是真正幸福的时刻，但是请你们也不要忘记感受此时此刻的幸福和美好。比如今天吹在身上的风很温柔，窗外的云格外好看，身边的朋友会赞美你今天的气色格外好。拥有这些简单的美好也是一种幸福。爱情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奢侈品，你们要先证明你们没有它，现在也可以活得很好。那么第3张牌呢是 Grief， 痛苦。你们现在依然在承受失去某个人的痛苦，或者说失去某段关系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它还伴随着 regret， 悔恨和遗憾。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重来，也无法改变。牵挂和回忆是爱情当中最痛苦的一部分，它见证了你们的成长。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了，每一个人都只能陪你们走一段路，但是这种不断重复的生活会让你们总感觉自己依然活在过去。实际上，拥有遗憾的人生才能够证明你们真正的活过。那么接下来的这6张塔罗牌呢，是你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感情运势啊。首先呢，这张权杖是某个人给你们发来的消息，它意味的是一段新的感情的开始，或者说过去感情它会出现的一个转机。同时呢，这张权杖1它还代表的是你们在生活当中焕发出的新的热情和渴望，你们会勇敢地走出过去，重新渴望一段新的感情。那么第2张牌是 Justice， 正义牌。那么正义在塔罗当中，它代表的是一个颜值很高的桃花。手中的宝剑呢，是这个桃花它自身拥有的一些才华，或者说是理智的思维。左手的天秤是他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思维，做出权衡利弊的判断。所以说他在现实当中呢，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霸，学霸类型的桃花。但是呢，你们从这张牌里边可以看到，它所呈现出来的气质可能会有一些高冷，一开始会让人感觉到难以接近。但是呢，正义牌其实它象征的也是一种反差，在高冷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暖而炙热的内心。那么第3张牌呢？第3张牌和第4张牌其实是你们自身所拥有的一些特质。圣杯女皇是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会非常的谨慎、小心翼翼，因为你们的性格就是过分谨慎的，会错过，所以说因为你们自己过分谨慎的性格会错过一些可能说让你们心动的桃花。
同时呢，你们也在感情当中其实不是很擅长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喜欢一个人通常也是从暗恋开始。但是呢，从第4张牌我看到啊，其实真实的你们在熟悉的人面前，其实你们的性格会非常的活泼，甚至会有一些话痨。而且呢，权杖国王也代表的是你们对自身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上，你们绝对不会轻易的突破自己的底线。对于一些你们不喜欢或者说是烂桃花，你们也会坚决的拒绝。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没有暧昧，只有喜欢或者不喜欢，爱或者不爱，没有什么中间的灰色地带，因为你们一向的性格就是爱恨分明。那么第5张牌呢，它是权杖4啊。权杖4它其实带来的是一种稳定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它代表的是未来你们会进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你们的学业和事业也会慢慢的走向稳定，说明你们现在整个人的目前的状态可能是不太稳定的，能量有一些混乱，也说明你们在这种事业和学业上面可能会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变化，或者说你们马上就要经历这种变化，你们正处在一个适应期，适应这种马上已经到来的新的改变，或者说马上要到来的新的改变和新的环境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接下来呢，你们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人生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转机和希望。那么第6张牌呢，它是节制牌，它意味的是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们可能会因为慢慢稳定下来的生活而渐渐的放纵自己，一些懒惰和拖延的小毛病会再次出现。那么这张牌呢，就是塔罗给你们的建议，重新约束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同时呢，这张节制牌代表的是在感情当中你们也要节制，你们总是在感情当中过度的投入和付出，常常因为自己的这种个性而让感情的天平失去平衡。那在塔罗当中呢，节制牌它其实还代表的是一种长途旅行，还有就是你们打算在未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说学习一门新的技能。那么这张牌出现在这组占卜当中，你们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无论在事业、感情还是学业上自我约束都能够帮助你们进步。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们的在爱情当中的指引啊。第1张牌就是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那么这张牌它代表的是在感情当中高质量的陪伴。那么爱情是热烈而坦荡的真诚，也可以是平淡而温暖的陪伴。2个人结伴而行，用来抵抗孤独，这本身就是浪漫的。而第2张牌呢是 Demonstrate Love。你要学会去表达自己的爱，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自我表达的过程。而你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爱，也需要去慢慢的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一个人的爱。你们过去由于自己不擅长表达对另一个人的好感，或者说对一个人的爱，或者说你们不知道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表达你们对喜欢的人的好感，所以说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一些误解、争吵，或者说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特质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说学会如何表达你们自身的这种表达你们自身的感情，是你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课题。你们在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爱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灵魂和生命慢慢的舒展开来。那么同时呢，你们也要在爱情当中多一点耐心，因为爱它是拥有很强的流动性的，它会不断的变化，要耐心的等待这种感情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变成你们彼此最坚韧的羁绊。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么首先第2组牌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们目前灵魂上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灵魂上需要的这些修炼，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拥有爱情。而底下的这6张塔罗牌呢，是你们当下的状态，还有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的桃花，它自身所具备的特质。那么这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的祝福，还有爱的指引。
那么第一张牌呢是 balance， 平衡。平衡和和谐。那么这种平衡呢，是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总是无法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平衡，似乎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会过度的失去自我，过度的付出，过度的依赖，以至于你们现在不会轻易的对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内心。而如何在亲密关系当中保持自我，是你们接下来所需要的一个灵魂上的修炼。而第二张牌是 judgment， 那这种 judgment 带来的是判断或者说审判，它是你们对于自己的一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你们总是过分的焦虑自己的身材和容貌不够完美，你们也总是在焦虑不够优秀的自己，你们不值得拥有这份美好。同时呢，这张牌它也意味的是你们总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评论当中，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讨好型的人格特质。所以说这张牌的出现呢，你们需要改善自己的这种性格方面的一些特质。你们要知道，一个人最好的精神状态就是独立且自由，能够承担起全部的命运，坚定地向这个世界展示自我，表达自我，不在乎外界的评价，不再刻意地迎合任何人，任何人也包括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因为最好的人生伴侣就是会让你们活出自己的模样。而第三张牌呢是 indecision， 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啊。你们在爱情当中的这种特质其实会尤为明显，总是瞻前顾后，不敢大胆的行动。在一段暧昧的关系当中，也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往往会错过抓住爱情的良机。而第四张牌呢是 freedom， 自由啊。其实看到这张牌的话，我们总是会把自由和爱情对立起来，因为亲密关系往往就代表的是失去自由的开始。但是呢 Nico 我认为好的亲密关系反而能够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灵魂伴侣会鼓励你们追求自己想要的，去活出自己的人生。真正的灵魂伴侣不会要求和束缚你们，反而会让你们拥有更多的信心和自由。那么接下来的这6张塔罗牌呢，是你们目前的状态和你们未来会遇到的桃花。第一张牌呢是宝剑侍卫。你们就像这张牌里边的侍卫一样啊，你们就像风一样自由。你们拥有的爱情可能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总是轰轰烈烈。而第二张牌呢是太阳的逆位。现在的你们可能是积极向上的反面，你们不太开心。现在的你们可能也缺乏一种热情，每天醒来没有什么期待，你们身边总是萦绕着莫名的空虚感和痛苦。同时呢，这张权杖10，我看到了很大的压力，很强的执念，你们的身边人或者说你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你们现在在精神上十分的疲惫，你们现在会发现自己在不断的赶场，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断的踏上新的列车。你们一直在低头赶路，甚至错过了身边美好的风景。而错过的风景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包括一段似有若无的爱情。而第4张牌呢，宝剑4，宝剑4的逆位，你们需要注意一下近期内你们的身体健康，因为宝剑4的逆位，它不仅仅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封闭，而且呢，从这张牌里边可以看到啊，这个人身下的这把宝剑就是你们身体心理生理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在这段时间你们要尤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是你们未来所遇到的这个桃花，它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那么这张圣杯9呢，自身说明这个桃花它自身拥有很强大的自信，这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它会让你们也变得比以往更加开朗和自信一些。而且呢，这个桃花它所带来的自信的特质和气质是来源于自身，它本身拥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因为星币国王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图像的特质，它代表的是坚韧与宽容。那么这个桃花它只要认定一件事情，就会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永不气馁，永不言败。
所以说，在这个桃花和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特别容易退缩，或者说对于亲密关系失去信心，因为他自身拥有的这种强大而温柔的特质，总是能够把你从绝望的边缘拉回来，而且用这种自身积极向上的特质去影响你。所以说，这段关系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其实它背后都有着一种很强的创造性的力量。你们和对方既是独立的个体，能够在彼此的联系当中互相鼓励、互相陪伴，变成更好的彼此，同时呢，也能找到更好的自己。所以说，这个土象星座的桃花，它自身所具备的这种，它自身可能的这种星座也是土象星座摩羯、金牛或者说是处女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两张爱之须臾神谕卡，大天使给我们的一些爱的指引。第一张牌是 Appreciate this moment。你们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总是没有办法做到珍惜当下，因为你们总是爱得惶惶不可终日。你们会害怕失去一段关系，或者说过分的焦虑未来而产生一些冲突、误解、争执，或者说争吵。那么这些都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活在当下，没有办法去全然的融入当下，没有办法去欣赏你们两个人在当下所产生的这种连接所带来的美好。同时呢，这张牌它也代表的是，即使你们现在正在一己独行，一个人在负重前行，但是呢，如果你们能够全然的融入当下，享受每一刻、每一秒钟享受每一刻、每一秒的时光带来的这种美好，活在此时此刻，反而能够让你们找到对的人。因为你们活在此时此刻的时候，你们的内心是富足且充满爱的，那么这种自身散发出来的光环会让你们吸引到对的人。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带着一个富足的心态，全然的活在当下，那么就是这组牌的主题。而这张 Miracles and Blessings 也是爱的须臾神谕卡大天使给你的祝福和指引。它包含的是你接下来可能会遇到很多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都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和馈赠。它包含着大天使的祝福，又或者是你近期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些重复的天使数字，那么这种重复的数字也是大天使给你的祝福和礼物。那么这种祝福会帮助你们找到自己理想当中的伴侣，请相信你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宇宙的馈赠和礼物，你们只需要带着感恩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一切自有安排，请相信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么首先第三组牌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是你们目前灵魂上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的灵魂仍然需要的一些修炼，而这种修炼能够帮你们更好的拥有爱情。而底下的这6张塔罗牌呢，是你们当下的状态，还有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的桃花它自身所具备的特质。那么这2张爱之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的爱的指引。首先呢，第一张牌 Discipline， 自律。在感情占卜当中出现的这张牌，其实是你们灵魂上依然需要修炼的功课，就是你们需要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们总是过于情绪化，容易胡思乱想，让自己走入困境。同时呢，你们也总是在不停的回忆过去，怀念曾经拥有的某段感情，或者说某个人。其实你们怀念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人本身，而是这个人他在过去带给你的回忆和感觉。有的时候你们会让自己沉浸在过去的这种温存当中，但是呢，你们必须要约束自己回忆过去的这种情绪和冲动，因为回忆它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而第2张牌呢是 Forgiveness， 原谅过去。原谅那个不成熟的自己，原谅过去的某个人对你造成的伤害。你必须先放下过去，才能再次大方拥有。一念放下，则万般自在。而第3张牌呢是 Surrender， 臣服，顺其自然。
现在你们的人生可能充斥，可能被学业和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你们要试着给自己的人生留一些空余，留一些位置。你们其实不必知道所有的答案，也不必控制所有事情的发生，让你们的内心归零，让你们的执念归零，因为爱永远不是目的，爱是顺其自然后的结果，请你们接受宇宙的安排。而第4张牌呢是 patience， 耐心。现在需要多一点耐心，因为对的人都会晚一点来。你先看你的书，我先看我的电影，总有一天我们会坐在一起，看同一本书，同一部电影。所以说，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在更高处遇见更好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张塔罗牌给出的信息啊。第1张牌就是星币2。你们现在可能说正在处在一个纠结当中吧，也许是面临到一个选择，或者说你们总在努力上进和放飞自我之间纠结啊。你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也总是很摇摆的，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一个人也很舒服很自在，但是有的时候你们会非常渴望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那么第2张牌呢是圣杯3。你们未来遇到桃花的这样一个时机或者说场合呢，它可能是在一个聚会啊、婚宴啊，或者说比如说图书馆或者说广场。同时呢，这个未来的人生伴侣可能是通过你身边的朋友介绍的。那么这张爱人牌的逆位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过去的这种感情运势可能一直不是很顺利啊，有一些曲折，你们在感情当中也受到过一些伤害。而这张爱人牌的逆位，它同时也代表的是你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当中，可能正在有一个人默默的关注你们，喜欢你们，但是呢，你们并不知情。那么第4张牌是圣杯6啊，它代表的是你们的童年，从小与你们一起长大的某个青梅竹马的朋友啊。但是这张牌呢，它意味的是你们童年的那个朋友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和你们重新取得联系，或者说你们会得到关于对方的消息。那么这张圣杯6意味的是人生的成长，它也意味的是告别过去，说明你们目前可能也处在一个即将进入到人生新的阶段的这样一个时期当中。那么这张宝剑骑士呢，它对应的是未来你们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某个追求者啊。因为从这张牌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宝剑骑士会对你发起很猛烈的追求，而且呢，这张宝剑吧，它带来的是风象星座的特质，也就是说这个桃花它自身对应的星座可能是双子座、天秤座或者说水瓶座。那么风象星座的桃花，它对应的是一种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他们不仅仅思维缜密，考虑问题严谨且周到，同时他们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于浪漫的爱情有很强的憧憬与期待，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追求这种美好。那么这张权杖7呢，我能够看到你们接下来可能会非常的忙碌。那么从这张牌里边的6根权杖呢，可以看到你们接下来要努力的解决一些问题和一些很重大的挑战，或者说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到一些资源和名额。同时呢，我能够在这张牌里面看到你们现在背负着很多的压力与重担，但是呢，我相信这些负担会变成你的礼物，你现在所受的这些苦，在未来也会照亮你的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传达出来的爱的指引啊。首先呢，第1张牌就是 Turn on your heart light， 打开你封闭的内心啊。你可能说现在刻意的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你们并不是不能脱单，而是你们不想脱单。现在的你们把自己藏起来了，同时呢，你们还可能说藏了很多自己的心事和秘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封闭自己，好像对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曾经受到过一些伤害，所以说我们假装对一些事情都漠不关心。现在的你们其实就像一颗不小心熄灭的太阳一样，但是你们的内核依旧温暖，只是你们不愿意再向外界释放这种光与爱。如果你们想要再次的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呢，你们其实需要一点一点的卸下自己的防备，打开自己的内心，去走入到人群当中。那么第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 Honesty is essential，
它带来的是一种真诚的直面自己的勇气。可能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勇气去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啊，你们没有勇气去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你们对自己还不够诚实，你们的潜意识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是你们只是嘴硬不承认而已。你们现在其实非常需要一段亲密关系来帮助你们走出自我封闭的这种循环当中。同时呢，好的亲密关系它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接纳自己。你们在过去的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总是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值得一段美好的关系，但是呢，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需要证明的。你们的优点也许会吸引来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来到你们的身边，但是你们更要相信，只有你们的小缺点才能够让你们找到对的人。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首先呢，第4组牌的这4张灵魂神谕卡呢，是你们目前灵魂上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灵魂仍然需要修炼的一些功课。那么底下的这几张塔罗牌呢，也是你们当下的状态，以及你们在接下来会遇到的桃花它自身所具备的特质。那么这2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大天使给你的爱的指引。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张灵魂神谕卡的带来的信息是 acceptance， 接纳自己啊。因为亲密关系它就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能让你看到曾经不了解的自己，你的脆弱、幼稚、占有欲、控制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对自己有颠覆性的认识，你会发现自己的另一面。但是呢，这也是你们人格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一面。而第2张牌呢，就是 doubt， 怀疑。其实当我们陷入到一个困境的时候呢，就会怀疑自己。很多时候让我们走不出困境的，其实不是一些外部环境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潜意识里认为我们自己不值得那些想象当中的美好。而这种情绪呢，会把我们推向美好的反面。你们越觉得自己不值得那些美好，你们就越会远离那些美好的事情。因为吸引力法则它不仅仅作用于正面的想法，它同时也会作用于负面的想法。所以说，关于我们的人生，应该努力锻炼自己感受幸福和美好的能力，不要再去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告别自我怀疑，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我肯定。不会因为外界的一些评价而轻易的动摇自我，充分的肯定自己，是我们发自内心尊重自己的一种表现。那么第3张牌呢，是 worry， 焦虑。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非常容易焦虑。一旦某件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或者说你们所期待的某件事情进入到了瓶颈期之后，自身就会变得特别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仅体现在你们的学业或者工作上，同样也会在你们的亲密关系上有所体现。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特别容易感到焦虑。单身的时候你们会焦虑自己其实没有拥有爱情，但是进入到一段关系之后，你们也同样会焦虑。你们会焦虑对方是否在真诚的和你们交往，焦虑你们彼此是否能够有未来。焦虑就像一根鞭子一样，不断的令你们感到痛苦，不断的抽着你们前进啊。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们其实特别容易情绪失控。情绪失控后，你们又特别容易做出一些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或者说做一些令自己后悔的决定。其实有的时候摆脱焦虑非常的简单，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反而是摆脱焦虑最重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不必事事完美，我们要允许自己犯错误。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跑道，你们不需要提前冲刺，你们需要的是保持好自己的节奏，不被外界干扰。所以说，你们焦虑来源于自己的控制欲。人性有一个弱点，就是你越在意什么，什么就越折磨你们。所以说，放下自己的控制欲，放下自己的执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摆脱焦虑对你们的折磨。而第4张牌是恐惧 fear。现在的你们可能对于婚姻或者说恋爱，与其说是期待啊，
可能说内心当中还有一种深层次的恐惧，因为过去的你们曾经被亲密关系伤害过，所以你们也会下意识的、本能的害怕走进亲密关系。人们对痛苦的记忆总是比快乐来得更加深刻。那么这4张塔罗牌呢，是关于你们未来遇到的桃花它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和你们的状态。首先呢，这张圣杯2代表的是你们和未来的桃花之间啊，会从朋友慢慢过渡到恋人，而这种缓慢进展的关系会让你们彼此拥有足够的时间去考察彼此，而你们在感情当中也通常会比较慢热。那么这个圣杯国王呢，是你们未来遇到的桃花它所具备的特质啊，在他遇到你的时候，你可能整个人会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放下自己手头当中的工作或者学业，它会带着你去感受一些你未曾注意到的美好。所以说圣杯国王他真正打动你的是，当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自身的情绪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不再惶惶不可终日，也不再焦虑的思考未来，能够全然的融入当下。对方的行动会感染你的情绪，让你重新能够依靠自己的本能，渐渐的向那些积极向上的事物靠近。所以说这个桃花它带给你的是让你重新拥有感受美好和幸福的能力，让你们发现躲在生活角落里边的那些欢愉，让你们重新爱上这个世界。那么这张吊人牌呢，其实是你们目前的状态，你们的整个人啊是不自由的，被束缚、被绑在这个木桩上。但是呢，这张吊人牌说明你们自己内心当中其实还是有着一些叛逆的想法，你们不甘心一直被大环境所推着走，你们渴望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拿回自己的力量，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这张圣杯呢，它代表的是喜悦、富足、感恩，最后还有爱。那么这种爱呢，在这个圣杯当中源源不断的溢出啊，这种爱其实不仅仅是别人对你的爱，也包括你们自己对自己的爱。当你们好好爱自己的时候，那自身是会发光的，别人才会循着你们留下来的光迹找到你们，走向你们，靠近你们。所以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永远要记住，爱始于自爱。在收获任何一段满意的关系之前，你们也要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这2张牌呢，是大天使神谕卡给我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是 Embrace your emotions， 接纳你们自身的情绪，拥抱你们自身的情绪，因为即使是不愉快的情绪都有其自身的意义。不要排斥这些情绪，不要把这些情绪锁起来，通过正确的方式将这些情绪引导出来。你甚至可以拥抱这些负面情绪。化解负面情绪的方法绝对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去抵抗、排斥这些负面情绪，而是接纳他们，拥抱他们，用你们的耐心化解这些负面情绪。而通过这种方式，你们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而第2张牌呢是 True Love， 真爱。所以说你们接下来遇到的这个桃花对你们来说可能是未来的人生伴侣，是你们的真爱，它能够帮助你们发现自己人生当中更美好的一面。真正的灵魂伴侣其实不会要求你付出，不会索取你的爱，相反，灵魂伴侣他会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让你重新学会如何爱自己，帮你重新走入到人群当中，让你重新拥有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去对抗孤独，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